Hello，大家好！相信这两天大家玩的比较多的，应该是在 SDXL 1.0模型下 ControlNet 的一个使用。上个视频讲 ControlNet 的时候还没有正式的更新，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更新过后的 ControlNet XL 模型的一个使用。我们先拿到 ControlNet 的官网，然后进入讨论这里边，然后这里有一个重大更新。我们进去看一下，就是这里你的 ControlNet 要更新到 1.1.400 以上的一个版本 ，WebUI 要更新到 V1.6.0 这样的一个版本，然后你可以在这里查看。现在最新是401这个版本了，然后你的 WebUI 它的版本要更新到 V1.6.0 这样的一个版本，更新的方法我就不再去给大家去分享了，都是老生常谈的一个故事了。我们回到这里。这个地方呢是 XL 的各种的一些模型，然后地址是这里，你进入这个地址就可以去下载了，就是这里。这个也是上次给大家去分享过的，这些都可以去下载。然后这几个呢是之前官方给出来的这个模型，你下这个256的就可以了。然后这里你也可以下这个 IP Adapter 这个模型，以及下边这里还有一个涂鸦的模型。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Soft Edge 这个模型，如果你想用 OpenPose 的话，也可以下载这里的 OpenPose 这里的模型。当然，如果你嫌麻烦的话，那你所有的模型都下好，然后下好的一个模型你都放到这里边来。你先到你的 WebUI 的目录，然后找到 Extensions 这个文件夹点进去，然后找到 ControlNet， 然后这里有个 Models 点进去，然后你把下好的模型都放到这里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回到这个说明这边来，然后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这里你要注意了，就是你更新过后的 ControlNet 它可能会影响其他的一些扩展，尤其是 Diffrom， 就是这些。我们再往下看一下关于显存，如果你是8G 的一个显存，那么你的这边的一个指令就输入这个指令就可以了，按照这里去编辑就行，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同样到 WebUI 的目录，然后倒数第二行，这里有个 WebUI User 点 Bet 这个，然后你鼠标右击，然后点编辑，就是在这里你把这个命令输进来就行了 ，Transformers 也可以加进来。然后好了之后，你点保存，不要忘了保存，就是这个保存，再重新启动你的 WebUI 就可以了。同样，如果你是6G 的，那么就输入这个指令就可以了。然后下边我们再看一下，如果你想与 Stability AI 官方结果实现相同的输出，那你要满足下边这些条件。你的 WebUI 版本至少是 1.6.0 版本，你要使用 SDXL 1.0模型。你的那个模型名字跟它不一样没有关系，主要是 SDXL 1.0模型就可以了。然后在这个地方你要选择 CPU， 它是在这个里边，就是在那个 Stable Diffusion 里边。然后我们回到这个页面，在设置，然后找到这里的 SD， 然后下边这里就有一个 CPU， 你选择这一项，然后它是一个随机数生成来源，你选择 CPU 选项使不同型号显卡产生相同图像，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回到这里，下边这个地方，第4，我们要使用 SGM 噪声倍增器。它是在采样器参数当中，我们也回到这里，然后看到就是这个采样方法参数，就是这里，然后往下滑就是这一项，你要勾选它，使用 SGM 噪声倍率，就是这个，它是使初始噪声和官方 SDXL 实现相匹配，仅对复现图像有用，就是这一个。然后再下一个我们再看一下，然后这里在兼容性里边，你要保证不选择它，就是在兼容性里边，就是这里的兼容性，然后它就是这项，你是不要去勾选这个保留 DPM 加 SDE 采样器在不同的批次大小之间的一个结果差异，这个是不能去选择的。然后设置好了之后，你点这里保存重启。好了之后，你这个地方模型要选择 SDXL 1.0模型，这个就自动吧。然后这个跳过层1，然后我们回到这里，你要跟它一样，那这些就是参数的一些设置。我们先把
这个翻译成英文，这个就是它的正向提示词，还有反向提示词以及各种参数的一个设置。上边的图片你可以根据这个来，我们直接复制它，就是把这一段复制下来，然后复制好了之后回到这里，然后这个粘贴就是复制，然后我们点这个箭头，它就帮我们去匹配好了，就是这个，然后这个随机种子是0。好了之后，这里注意一下，你使用这个的时候，你不要去用那个，就是这个插件，就是这个 Prompt All-in-One 这个插件，你使用它的话，那就不能去复现那个原图了，这个它有影响。然后好了之后，我们点生成。好，你可以看到就是这张图，那你生成的这张图跟这个一样，或者是就是跟这个文章里边就是这张图是一模一样的。同样翻译成中文，就是你看到相同的一个图像之后，那你的 Web UI 就可以重现 Stability AI 的一个官方结果了。就是这里，如果你使用的 Comfy UI 是一样的，也是可以得到这张图，就是这张图。然后我们往下，这里呢，他也说了，就是 Web UI 跟 Comfy UI 存在以下的几个差异。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文章，我就不给大家细说了。然后我们往下，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它是说的 ControlNet LoRa 的一个使用，然后这个是深度图的一个使用，我们可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这里我们把这个清空，然后呢，回到这里。我们翻译成英文，这里它的各种参数，我们复制一下，以及这个深度图，我们打开 ControlNet， 这个深度图放过来，然后完美像素勾上吧，然后启用，然后它是这个，选择 Dips。然后它这个地方的话，会自动帮你去匹配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其他我们就默认，它这边好像也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这里的设置，可以看一下，这个预处理器选的是无，因为它这里本来就是一个深度图了，那这里预处理器我们要选择无，然后其他我们就默认它是就是这个，然后我们点生成。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根据这个深度图，然后去生成的这样的一张图片。这个是这个 Dips 这个模型。我们可以看下边 ，Comfy UI 也可以生成。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也翻译成中文嘛。就是说，你使用这个 XL 模型的时候，然后即使有很多的负面提示，它生成的结果也可能很扁平化，就类似于像这种，然后它生成的是一个比较那种2D 感觉的，就是没有那种3D 的一个感觉。比如说，我们同样翻成英文，我们把这些参数也复制一下，粘贴到这儿来。然后这里我们换成这个，它是用的应该是 Canny， 然后再回到这里看一下它的一些设置 ，Canny， 好，就是这个，就是根据那个设置，然后这里呢，你也是这个 Canny。它是这个哈，这个模型，然后其他我们点生成。好，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种2D 感觉的这样的图，就不是那种3D。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它也给了一个方法，就是这里，就是你要选择 ControlNet 更重要，然后你的 SafeG 值要更换成3，就是这个地方，你的这个 SafeG 值。提示词相关性变成3，然后下边就是这里 ControlNet 更重要，选择这个，然后其他不变。我们再次点击生成。好，这里生成了，你就可以看到它就生成了这样一张就是具有3D 效果的这样的一个图。然后我们可以回到这下边，
他这里也说了，就是不到必要，就是不用这种方法，然后尽量用一些其他提示词或者是种子之类的去解决这个，就是这个问题。然后下边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这里，你如果使用更大的模型，就是我上次给大家去演示的，就是这个模型，它是比较大的一个模型，就比如说像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就是这个。2.5G 就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它是建议你使用就是这个低显存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你要勾选这个低显存模式，就是这里。当然你显卡足够好就可以不用这个。然后我们往下，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revision 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呢，它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以前有点不一样。以前我们用的是文本编码 clip 信息，而这个 revision 呢，它是用的视觉编码 clip 信息。这个 revision 就是你给它这样一张图，它会通过后台的 clip 模型识别图片上的元素，然后转换为向量数据。和以前的那个文字提示词不同的是，对预期图片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文字提示词可能会有一些信息损失，而绘图模型呢，它本身就是通过图片去训练的，因此用图片去推理可能会更准确一些，就是这个地方。然后同样，我们就是复制它的各种参数，它是没有就是提示词的。我们复制一下，然后回到这里，我们先把这个提示词清空，粘贴一下，这是它的一些参数。然后点这个箭头，它会帮我们配好参数，然后再往下。这个地方我们要用它的这个参考图，然后下边这里我们启用完美像素，然后下边这个地方要用 revision。当然，你用这个 revision 呢，它是第一次会下载一个就是模型，这个模型大概有3.44个 G， 就是这个。然后这个地方它的预处理器是选的下边这个，忽略原有提示词。选的这个，然后其他我们就默认，然后我们点生成。好，这里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它运用了原图的一些元素，然后重新去生成了一张图片。这个就是这一块儿，这里重新下的这个模型呢是在这个地方，它下到这里边的。然后我们找到 extensions 这个文件夹进去，然后找到 ControlNet，然后找到这个文件夹点进去，这里有一个 Downloads，然后点进去。然后这里有一个 Clip Vision 这个文件夹，点进去，然后它会下载这个文件，还是比较大的3.44个 G。然后下边这个呢，是我们之后讲的那个 IP Adapter，然后它同样会下载这样的一个模型，都是放到这个里边的。然后这个是这一块的一个功能，其实它还有一个功能，比如说像我们这里去上传一张图片吧，应该是就搜一下，我们就搜就这个图片，然后这个下边呢，我们换一下吧，换成这个，然后其他我们就不变，我们把这里就是换成 boy，就是给它一个提示词，其他我们都不变，然后我们点生成，你可以看一下。好，这里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它是用原图我们上传的这个参考图的一些元素，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提示词，然后生成这样的一个图片。当然，它是以这个提示词更重要的，就是这样的。然后这是它其中一个功能，其实还有一个功能比较强大的，就是这个 revision 呢，它是可以把图片进行一些融合，就是你不只上传一张图片，可以上传2张、3张等等，然后它根据这些图片进行融合。比如说我这里是上传的这个图片，对吧？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 ControlNet，然后我们也是去选一些图片吧。比如说，我就选这个图片。我们同样这里也选择 revision， 然后其他我们都不动，然后就是由这2张图片去融合。然后这里我们不要这个提示词，我们生成。
好，这里生成了，当然我们这里固定了种子，我们随机一下，重新生成一下。好，这里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用这个图的耳朵，然后还有这张图人物构成了这样一张图，就是这个都有这两个图的一些元素在里边。然后下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其实用 Web UI 去进行图片的融合，没有 Config UI 就是融合的图片好，大家可以下来看一看，就是这个功能。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除了这个 Revision， 然后我们往下，然后这里有一个Adapter， 我们看到下边的这个 IP Adapter， 然后这个呢，它是通过这样的一张图片，可以识别这个图片的语义，然后生成一张和这个图很相似的这样的一张图，而且它还是支持 SD1.5 模型的，就是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嘛，就是这个。同样，我们把这里的提示词复制一下，还有它的各种参数，然后进行复制。下边这个我们不启用，然后我们启用第一个 CTRL-NET， 然后我们把这张图放过来，然后呢下边这里我们都不动了，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IP Adapter， 然后这里你要注意了，它这里是 SD1.5， 但是我们这个模型不是那个这个吗？SDXL 模型，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切换成这个 XL 模型的，然后其他这里我们都不动，然后我们再点生成。好，这里生成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就是这两张图是非常相似的，就是这个。当然我们可以用 SD1.5 的，就是我们要把上边的模型调一下，比如说像这个，然后用同样的一些参数，然后下边这里我们要改一下，用它的参数吧，就是这里，这个是我用的 1.5 的一个官方模型，您复制一下，同样用这些，然后下边我们要改成 SD1.5 的，这里也是 SD1.5，然后我们点生成。哦，我忘了，就是这里这个模型我没有下载，我下载的是这个模型。然后我们换一下，然后我们再次点生成。好，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两张图，就是还是比较类似的一些风格。这是 SD1.5 的，就是这个模型，而且这个模型还有其他的一些运用，比如说我用之前的3070这个去生成，因为这些模型我这个上边没有去下载，所以我用原来的这个去生成。然后这是一张比较写实的这个模型，然后 V1 我没有用，然后我们往下打开 CTRL-NET， 我们上传一张图片，我就上传一张就是这种建筑的这个图片，然后我下边用这个 IP Adapter， 然后这里都是 SD1.5 的模型，其他我就不动，然后这个大小我要上传一下，就是按这个箭头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尺寸就上来了，然后其他我们就默认不变，我们点生成。好，生成了，你可以看一下这两张图，就是它们的一个风格还是非常相似的，就是这个。那么这个是用的这个模型，那么它还有一些用法，比如说我再增加一个 CTRL-NET 的一个通道，然后同样的我去上传一张建筑的图。我希望生成的这个图，然后它运用了这个里头的这些元素，然后呢，它又跟这个图的一个轮廓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采用一个，比如说像这里的线稿这个模型吧，因为我这个没有去，所以我用的是这个。然后这是1.5的，之前下载的，其他我们也就默认。然后好了之后，我们上边点生成。好，这里生成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就是用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线稿，就是这样的一个轮廓，然后再加上就是这里头的一些元素，然后生成新的这样的一个图，就是这块。当然，你可以再调节一下它这边的一些就是权重来控制这张图。那么这个是这个功能，就是这个 IP Adapter，然后下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然后下边这里
还有一个跟这个 Reference Only， 我们之前不是也使用了这个预处理器吗？它也是运用这个图片，然后生成很类似的这样的一张图，然后我们都可以看一下。那么这个呢是用的 Reference Only， 然后去生成的这个图，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用的这个 IP Adapter， 然后生成的这样的一张图，它们的一个区别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我就不一一给大家去生成了，这个是我用之前的这个生成的。那么中间这个是原图，也就是参考图，前边这个呢是用的 reference 的那个预处理器去生成的图，然后这个是 IP adapter 去生成的图，然后你可以看一下，用 reference only 呢，它两个的脸还是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虽然相似，但是变化比这个用 adapter 这个预处理器的变化要大一些，可以看一下，就是它们的一个区别。然后我们往下，这个呢就用的 Hoya 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模型，大家下来去看一下。这个模型我没有下载，就不给大家去演示了。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Recana， 就是重新上色，它是对这个用黑白的一个照片，然后去上色，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同样的，比如说我们把它的各种参数复制一下。然后在这里粘贴，然后下边这里我们要去上传这个黑白的这样的一张图片，然后下边呢我们用这个 Recana， 就是用这个，然后其他我们就默认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变的，然后我们点生成，这里我们得改错了。改成这个 base 模型，然后我们点生成，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把这个白地黑白的一个照片，就是重新去上色了，就是这样的。然后这是这个功能，其实它还有一个模型，就是跟之前一起出的，就是这个模型。这个呢，它是对一些，比如说线稿或者是一个模型的白模之类的去上色，就是这两个是不同的。大家下来去看一下，然后我们再接着看一下。然后这个呢，它还有 1.5 的，这里我也不给大家去看了，这个比较浪费时间嘛，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它 1.5 上色也是非常不错的。今天一个分享就到这里，大家下来去试一下这个 XAL 模型。